大家好，我是道此。我们这一集呢，是3不节拍。那这一次呢，又再次使用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呢，我坐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些拍摄上的心得。然后同时呢，我一边一起看3不节拍的影片，一起来聊聊就是关于拍摄上面的一些想法。因为有蛮多观众有私讯我说，其实他看一些国外的这种街拍的影片啊，都还是会摄影师可能还是会坐下来跟大家聊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尝试用这种方式呢，其实是因为我影片剪一剪，发现就7分钟，然后我想凑一下那个就是有盈利的8分钟，所以呢，我就坐在这个地方多讲1分钟话，然后把那个时间撑过去，高手。好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3不节拍的部分。那这一次呢，我使用的镜头是那个腾龙的70-300mm f4.5 到 6.3 这个镜头。那这个是一个平价的变焦望镜头，那它是 Z 环的，出在就是尼康上面。如果你有看之前影片的话，就知道我们之前在那个高雄美术馆，然后帮玉涵拍一支人像照，那也是用这个镜头。那一次呢，我们就带这个镜头去高雄，所以呢，除了那支影片之外呢，那时候就有说，就是我们还会出一支3不节拍影片，没错，就是今天这一支。那这一支呢，是我早上一个人在高雄车站附近的街上随意拍一些照片。那我们知道一个很望远的变焦镜，那在城市里面拍摄，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拍人的话，那可能主要 focus 的东西就会在建筑这些东西上面。那我也觉得，就这一趟呢，我几乎都在拍摄建筑，因为在高雄车站附近，我觉得有很多很好拍的建筑的一些交错的形状。那我们就一边看影片，一边来聊聊这个部分。一开始呢，我就是从高雄车站这边出发然后很快的呢，我就看到了远方有正在施工的大楼。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施工大楼旁边有些鹰架，那鹰架它其实是有点镂空的，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它可以让光线透进来，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质感，我觉得效果是挺好的。那这一张我是用黑白来呈现，因为我觉得那个线条感很重，但因为它有点背光嘛，那个线条感又特别的强烈，所以选择用黑白来做这支影片。然后呢，我整天的路线呢，我就沿着高雄车站正在新建的整个车站的主结构呢，我绕一圈从另外一头绕回来，那一边走一边拍摄。那这是另外一栋那个高雄蛮高的大楼嘛，它也是记得好像是跟101对，跟101同一个建筑师是吗？我记得85大楼好像也是同一位设计师所设计的，同时他盖了很多台湾的高楼。那这个跟刚刚那个就鹰架的概念一样，我拍一下远方建筑跟它上面的那个投射灯就是用来打亮那个广告看板的，有点极简的感觉啦。我希望带到多一点天空，带上一点点建筑的感觉。那这一张构图稍微复杂一点前面有点警局的部分，然后右面有点邮局。那它其实有很多个色块红色、蓝色的一堆色块组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一张蛮有趣的照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呢，我觉得是有点有趣的就是我一路在这边走，其实我路上拍很多照片，但是我突然一转头，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旁边这个工地它有一些图案，然后刚好有个是小孩子骑脚踏车的图案，然后应该是有个人故意把脚踏车摆在这个地方刚好跟那个小孩子在骑脚踏车的动作组合在一起。那这当然我们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并不是我摆的，我碰巧看到这个地方有台脚踏车在这里。那这对摄影师来说就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瞬间，但我觉得因为他摆的实在是太完美了，所以基本上应该就是有个人刻意摆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你要说非常惊喜是很惊喜，然后我觉得很酷，但你要说有成就感吗？可能也还好，因为那很摆明就是一个刻意摆过去的结果。但我觉得还是一张有趣的照片这边看到一个地上有一个水洼我跟你讲，反射这个东西就是当你拍一拍突然不知道拍什么时候反射就是你的好朋友。拍几张反射，建立一下自信，说我还是可以拍到点东西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其实就算是一个可能拍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该拍什么了，那拍个反射来看看好了。那我继续沿着高雄车站的边缘往后面走，后面这一区就是它现在整个都是停车场跟公园，然后整个腹地非常的开阔。因为我毕竟不是高雄人，对高雄并没有那么熟，所以我不知道这边以前感觉是一些老房子之类的，或者是以前的路面铁轨之类的。那因为它都挖开的关系，所以呢很开阔，可以很轻易的拍到后面的一些建筑。这边刚好一个行道树旁边2栋房子，一黑一白，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那这边呢，因为一早路人还是非常的少，所以我还是把我的焦点都放在拍摄建筑上面。那就觉得一大早这边真的还蛮多东西可以拍的。我蛮推荐早上如果你有长焦段想要做一些拍摄的话，我觉得这边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那这边可以看到远方大楼，因为它的那个公寓它就是非常工整然后呢，我觉得我很喜欢拍摄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很多有相似点的东西，但它每一户有点不太一样。那大家每一家可能装了铁窗的类型做了一些摆饰冷气的位置有点不同，就
好像有种同中求异的感觉。那这边在拍摄对面建筑也是，我拍到一个很工整的，就白色黑色窗户的白色墙面，然后底下有一些像烟囱的东西呢，就让整个画面呢并不是那么单一哦。因为如果我们都拍一个很单一的东西，其实可能会很难让观赏者的视野去找到一个可以 follow 的东西。但如果它有一些额外的结构的话，那你就可以让这张照片呢，它并没有那么的单调。这边我们一样我们远方看到那个红色跟蓝色的建筑，我觉得加上那个光影交叠在一起，非常的好看。这边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就是如果你有看过史蒂芬·肖尔的《The Nature of Photography》这本书的话，你就知道史蒂芬·肖尔其实花了一些篇幅在分析，就是当你今天画面的空间深度不同的时候，你在构图上可能想法会不太一样。那尤其是用长焦，像我今天这一集拍摄的所有的照片啊，大部分都比较倾向于空间深度很浅的，因为我几乎都在拍墙的，就是拍墙面，拍建筑跟建筑。虽然说可能有些是几个建筑交叠在一起，但那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面的东西。那在拍摄这些比较平面的东西的时候呢，因为你少了一个立体空间的深度，所以呢，你少了景深的变化，然后让观赏者少了那种从模糊到清晰、清晰到模糊之间视觉的移动的那些变化的感觉。所以在构图上啊，你更会需要有一些支点去支持观赏者在看照片的时候呢，重心放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拍摄这样平面的东西啊，把一些建筑交叠的，你可能找一些色块，找一些线条去组合，我觉得算是练习构图蛮好的一个方式。如果你很喜欢拍一些比较小品生活的东西，我觉得用一颗比较偏望远的镜头去拍摄这些建筑的立面，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可以刺激你构图想法的一个方式。因为它少了你没有办法利用大光圈或者是长焦段做成的前景深去模糊掉你的背景，你反而更可以把你的整个构图的想法呢都投射在整个画布上面。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一个在练习摄影上还不错的做法，蛮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但如果你对史蒂芬·肖尔这一本就是《The Nature of Photography》有兴趣的话，在我们频道下一个月的摄影读书会，或者是下个月啦，我不太确定因为最近想做的书很多，那我会再把这本书呢内容稍微整理一下，因为这本书其实深层内容有些地方比较深那所以我也在思考我要怎么样去分享这本书的效果会比较好。我也找了一些，因为可能不太方便放太多书里面的照片，我也找了一些我自己的作品来当做范例使用。就如果你对这部分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每个月45块，我们每个月固定会有读书会，然后会分享一些摄影上面的知识跟一些摄影相关的书籍的内容跟大家分享，那让懒得去看书或者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太多书的你可以快速得到一些有用的小知识或小技巧。就这样，好，我们继续内容，不要再广告了。那接着呢，我们就继续走。那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能拍的东西真的超多。那如果早上有机会来拍照的话，我觉得这边真的超级好玩当然，因为整个包含拍片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停留非常久。那远方可以看到有那个一样绿色的屋顶，配上那个红色的屋顶配上那个绿色的树，两个有点色彩的交叠，然后拍也是一个比较像立面的东西。走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在看远方的那些建筑的交叠，那可以看到它这些建筑它其实有很多远近的，但因为它们都离得很远，其实在景深上它其实都在焦平面内，所以你都可以拍得下。那远的那一栋建筑它又被光照到，它好像有点镶嵌在前面的建筑上面，我觉得这在构图上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在这边我都拍了很多这些树还有反光镜，这是我自己很喜欢台湾街头一些元素。那我喜欢拍路上的，可能跟一些城市像那个铁皮什么交融在一起的树，那我觉得会很有那种我不知道，就是树长在城市里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也蛮能够体现就是都市化社会出现的一些状况。那远方一样拍刚刚那栋大楼，那我故意用了一些前景呢，来让这个大楼凸显它是有一个画面深度在的。那我自己不喜欢单纯的拍单一大楼，所以我利用一些那个路灯的前景去做一些变化。那一样远方看到这个树跟房子互相生长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也相当有趣，而且它红色跟绿色对比也蛮多的所以我就看到那个画面，我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我就多拍了一些。其实没有非常多像这样子类似这样的构造其实像现在你往右手边对这边看过去这边又拍一张，我觉得非常可爱，左右刚好两个路灯，很像那个天线宝宝的天线一样中间有个树，然后它插在铁皮上面，然后后面有个比较古朴的那个房子当做背景，我
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一路走，其实我觉得能够拍的东西都还蛮多的。有机会我真的觉得蛮可以到这边来走走拍拍的。那因为我们感觉这一片呢，其实再过一阵子可能也许都会拆光，我不知道哦。那或者就盖新大楼了，所以在那之前哦，趁现在还有足够的腹地、足够的空间，可以拍到更多有趣的东西。我觉得花时间来这边走走挺不错。那刚刚拍的那一栋大楼中间有一块铁皮牵在那个建筑中间，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不知道那是什么。总之，台湾就是有些你知道，铁皮的构造常常会跟建筑体组合在一起。就像是寄生，就像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那个植物会嫁接或什么会镶嵌在一些可能比较大的块木上嘛。我觉得建筑也有这种感觉，一些铁皮的构造会镶嵌在大建筑体上面。然后这是旧的高雄车站跟背景的那个大楼，把背景的大楼当作是一个背景哦，然后拍一下高雄车站，然后结束今天的拍摄。好，大概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希望简单的分享呢，可以让你更能够了解我在拍摄的时候在想什么。那我也不知道像这样子的形式呢，会不会让三不节拍这个节目再看得再更有趣一点点哦。希望能够在评论区看到你的想法。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呢，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个镜头的话，也许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资料。那大概就这样。那我说我都可以到此，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